他首次参加电视台的试结果被分到了最后一组，周围的人都穿着奇特，只有他还穿着去年的衣服，对手们都很有才，而他却素颜出席，不小心还摔了一跤，明显是过于紧张了。面试官宣布开始下一环节，接着是笔试部分。试题要求列出优点和缺点，他在缺点一栏笑着写下自己的饭量很大，没想到这么随意的一笔竟将改变他的一生。豆豆就是这么一个豁达的人，他从小就没有规矩，1年级时就被学校劝退，因为他总幻想自己是女间谍，这影响了课堂秩序。父母对他也束手无策，但毕竟他天生顽皮，父亲还是很认真的告诉他，说天赋是上天公平赋予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，但大多数人没能发现，选错职业就会平凡一生。这番话深刻影响了他。从那天起，豆豆开始寻找自己的天赋，尝试芭蕾舞，结果摔断了腿。画画时调不好颜色，练习单杠和英文打字，甚至尝试过当训狗师。365行，他换了364行，差点认为转行是自己的天赋。直到他看到一场人偶表演，被舞台上的布偶深深吸引，高兴地跑去告诉妈妈，他觉得自己可能更适合表演。妈妈从不干涉他的未来计划，还建议他查查报纸。偶然间看到NHK 正在筹备节目，那时电视刚引进国内，对女孩来说，电视还是个新鲜事物。为了发现自己的天赋，她毅然决然报名参加试镜。没想到遇到了6、7名对手，也没想到自己的笔试和面试都很糟糕。最终环节是老师的提问，问他是否得到家庭的支持，他直率地回答说父亲觉得这是不体面的工作，这让面前的5位老师都吃了一惊。但他已经站了起来。豆豆觉得自己没希望了，看来面试也不是他的强项。他一大早就从梦中惊醒，梦见猛犸象意味着好事将近。果然母亲带来了好消息，他竟然通过了试镜。他激动地跳了起来，完全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能通过。第一天上班，他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，他的热情似乎能感染每个人。电视台把他分配到了群演队伍，告诉他这是广播剧，所以只需要声音。广播前要彩排几次，用沙袋模拟街上摔倒的声音。群演看到摔倒，只需制造轻微噪音，但豆豆的声音特别突出，甚至盖过了主角的台词。指挥官急忙把他安排到了最后，说他的声音太特别，让他压低点。尽管只是群演，但豆豆还是全情投入。第二次沙袋落下时，他的声音又一次盖过所有人。指挥官立刻让他离开现场，告诉他群演不需要展现个性，首次出演就被打发回家，这让豆豆感到很沮丧。但大刚老师叫住了他，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被录用，就因为他一无是处，无论笔试还是面试都很糟糕。老师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因为对于新世界的电视，它就像一张白纸，可能正需要这样的人来为世界开启电视的大门。这时，指挥官从暗处走来，说既然声音不行，就让他演一个不需说话的路人。现场的灯光突然亮起，豆豆这才意识到自己在电视组里。那时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都是现场直播，他有幸见到了当时的摇滚女王，女王在屏幕前演唱，而豆豆只需在她身后扮演一个路过的行人。这个音乐视频拍摄的很粗糙，但看起来简单，应该能顺利完成。豆豆却觉得如果有美女在花店门口唱歌，路人肯定会停下来观看。导演马上喊停，他再一次被请出了摄制组。这次经历让豆豆感觉很糟糕，看来电视台也不是他的归宿。他的时薪是60元，他只能拿30元去面馆点了碗。这里常有一位著名女作家向玉，他每天都在面馆写作，看到豆豆吃拉面一根也不断，觉得豆豆挺有意思。然后在第一天，豆豆参加了电视台的声优海选，剧本是关于3只猴子的冒险故事。海选要求演员扮演猴子，原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海选，但这次海选却成了一个创新。评委坐在挡板后，听着后面的3位选手朗读剧本。豆豆的声音本来就很特别，扮演猴子似乎又很合适，他的声音立刻吸引了一位评委。海选结束后，评委示意豆豆留下，其他2位换人继续，一遍又一遍的听，一批又一批的换。旁观的大刚神秘的笑着，因为这场海选已经持续了1周，主评委一直挑剔未能选定人选，但这次他觉得有希望了，所以在这最后一批中，主评委终于确定了3只猴子的演员。豆豆以为自己没被选上，但这时主评委叫住了他。他拿起头套，慢慢走向豆豆，告诉他：“你就是我理想中的声优。”原来这位男士是剧本的原作者范泽。猴子的声优原本应选童声，但范泽认为孩子们无法理解剧本的深度，所以他选择成人来演绎。老师将这次海选描述为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，这让豆豆非常激动。他想到以前有人批评他的声音太特别，于是他向范泽承诺会改变自己的音色，改掉那种奇怪的说话方式，去掉别人不喜欢的特点。从那天开始，豆豆的猴子表演天天上演。他那独特的音色吸引了许多观众，大家都在猜测猴子背后的声优是谁。有了这部作品，猴子3人组在电视台逐渐走红。这时门口来了一辆大卡车，看来是豆豆的又一个贵人。他们每天都在电视台门口走秀，因为车里坐着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。据说只要被他看中，
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影后。这辆看似后座不太大的车，没想到坐了这么多演员。直到一个穿白西装的老头下车，大家才认出他是谁。这老头最近拍了一部火遍全网的《夫妇善哉》，从那之后，无论去哪里，总是有很多女星陪伴，这让豆豆非常激动。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强大的阵容，但更让他激动的是，森凡手一滑的那一刻，没想到刚入行的豆豆也有机会与大明星同台，因为那时无论是知名演员还是不知名的女星，她们都是第一次上电视，大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森凡虽然话不多，但他的注意力一直在豆豆身上。当然，他不知道这看似随意的一句话，其实是森凡在询问他是否想追求演艺事业。那时的电视台真的是实现梦想的地方，因为来自浅草的杂技演员，凭借他的口才，也能在这里找到演员的工作。他和豆豆的缘分也从今天开始，因为是现场直播，不管表现好坏都只有一次机会。这时乌美在镜头前发呆了好一会，因为她突然忘记了台词，这让下面的编剧非常着急。幸好豆豆及时帮忙解围。事后有人嘲笑她应变能力差，而沃美却说出了一个豆豆之前从未听过的词。那时业余货只有一种意思，指的是出生富裕却不享受生活，反而来这里抢别人的饭碗。其实沃美也有一定的演艺基础，他看不起没有基础的豆豆，但他似乎忘了是他自己先忘了台词，这真的让豆豆非常生气。恰好遇到大王老师，他向老师提议是否该取个艺名，这样显得更专业。老师很有远见，他告诉他名字的重要性，一旦成为杰出的演员，全国人民都会记住你。他们一同望向同一个方向。老师说那是豆豆的舞台，可能是被大网预言了。随着电视逐渐普及，连面馆都配备了电视。1年后的元旦晚会，他首次出现在大屏幕上，这让老板和向田都惊讶了。新桥饭店不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吃面不断的干饭王吗？那时的红白歌会观众并不多，很多人对电视节目不太感兴趣，导致很多歌手晚会期间去其他剧场兼职，没有提前准备好节目单，没有提前确定演出歌手，有的歌手甚至当晚爽约，这让现场一片混乱，台上一直没人上场，大家都怀疑是否出了技术问题。这时编剧说有歌手在路上，他希望豆豆能上台拖延时间。经过2年的锻炼，他已经能够驾驭大场面，用几句话引起轻微的违和感，加上他独特的音色，很快就活跃了现场气氛。就连电视前的向田都在称赞他。经过几次拖延，终于等到歌手上场，为这次演出画上了完美的句号。2年时间又匆匆流逝，电视逐渐成为普通人家的必备品。豆豆果然如大王老师所预言，全国人民无不知晓他的名字，但这也带来了满满当当的日程安排。周一要拍摄关于父亲的剧集，周2拍摄关于问题少年的剧集，周3拍喜剧，周4直播纪实节目，周末则更加忙碌。出演的服装需要自己购买，演出前的化妆也得自己来。每日高强度的工作量，他几乎没有时间睡觉。好在豆豆热爱自己的工作，从不抱怨。但时间长了，即便他再怎么能干，身体也终将不堪重负。豆豆因此被紧急送往医院，医生诊断是过劳，需要住院休养1个月。话还没说完，同事们就敲门进来了。带头的是指挥员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果篮，看上去挺关心的样子。表面上是来看望豆豆，实际上是想知道他何时能出院。因为没有豆豆，接下来1周的电视节目难以继续。几个节目的编剧都希望豆豆能先看看他们的剧本，这真的应验了。没有他，电视台可能真的会停播。这时母亲站出来了，告诉他电视台倒闭又怎样，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他把所有人都赶出去，让他们近期都不要再来。几天后，豆豆打开了电视，看到问题少年的节目换了新主持人，他默默地观看着电视中的陌生女同事。原来没有我，一切仍可如常运作。母亲察觉到了女儿的失落，但她选择了沉默。晚上再次打开电视，播放的是他和乌美共同出演的夫妇。他庆幸电视中没有出现新的女主角。当大妈询问沃美夫人去哪了，男人随口回答说回娘家。这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，却深深刺痛了女人的心。他们共同努力维护的电视剧，就因为一句回娘家，让女人感觉自己坠入深渊。此时豆豆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新的理解，不管自己多么努力或出名，用完即弃，这就是现实。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出院。女人一出院就急忙去电视台抢剧本，因为当时的复印技术不太成熟，如果去晚了，剧本就发完了，角色被别人抢去是常事。以前的复印技术真的很糟糕，复印出的每一页都是黏黏的，还带着一股蜡烛和醋酸的味道。但为了熟练台词，他们经常会把剧本贴在镜子上。由于条件有限，节目仍是现场直播，摄影棚里挤满了各种场景和道具，现场工作人员一边移动场景一边拍摄，偶尔发生的小地震对他们已是家常便饭。他们会迅速将掉落的道具重新摆放好，无缝连接，等待下一位演员进场。但如果运气差一些，碰上余震就没办法了。
幸运的是，摄影棚地板上备有许多剧本，随手拿起一份，告诉观众我们已尽力。当时的电视节目就是这么随性，但有时天气好，豆豆和团队至少能提前2小时下班。他们常在面馆聚餐，老板夸耀说今天来了个贵客，是拍了《夫好善哉》的森凡，宝应株式会社制作。显然，这对他们这桌人来说颇为无礼，毕竟他们的团队是最近收视最高的新秀。大家直接忽略了老板的话，这让旁边的向田笑了出来。但新秀与老牌演员的区别就在于对剧本台词的认真程度。这位资深女演员听到几平抱怨这集台词太多时，她表示，作为一个优秀的演员，必须有记住台词后把剧本撕成碎片塞进嘴里的觉悟，这让几平有些不高兴。毕竟电视台的演员大多习惯用小抄，但想到老演员的提醒，男人决定不依赖小抄，选择努力记住台词。这时豆豆过来随便聊了几句，为可能忘词做了铺垫。演出前1小时，他们又去面馆吃饭。从拿到剧本到正式上台的4小时内，需要记台词和各种彩排，确实非常消耗体力，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，只有几平准备撕剧本吃掉。他决定今晚不看题词版，演出依赖团队合作，大家都希望他不要过于勉强，毕竟一个人说不出台词，那整个团队都要跟着遭殃。于是演出开始，上一集创下了电视台的收视新高，所以这一集连导演都很紧张。豆豆依旧是第一个出场，因为他是整部剧的门面。随着他的出场，指挥员立刻示意下一位演员进场。谁料到大叔才发现剧组的道具质量问题大，场内外的人都被吓到了。一扇真正的玻璃门突然倒塌，幸好大叔头够硬，为了保证拍摄顺利进行，他若无其事地从玻璃碎片上走过。据说大叔非常专业，昨天地震时他还在劝大家留下。有了大叔这样的职业精神，导演宣布继续演出。幸好今天的剧情转换频繁，趁着换场景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赶快为大叔包扎，从一个场景快速转到另一个，这非常考验团队的协作。仅靠演出前2小时的彩排是不够的，加上今晚的场景布置非常不协调，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指挥员立刻让纪平做好准备，随后进入第3个场景。这场戏中，纪平的戏份最多，戏份多意味着台词也多，但他在第1句话就卡壳了。犹豫不决，一个词也说不出来，这让现场气氛变得非常尴尬。导演责怪他脑子不灵光，还非要模仿别人去背台词。面馆里的观众都笑了出来，好像他们在看无声电影一样。这时导演让他随便说2句符合角色性格的话就好。指挥员甚至开始搬动障碍物，虽然这样做有些明显，但总好过背不出台词。他让纪平随便说些什么，只要能糊弄过去，给观众一个好的结尾。但这时男主站了起来，他直接走出了镜头，觉得自己太丢脸了，他甚至想逃离现场，但这怎么可能？豆豆马上起身，让他无处可逃。可他回到舞台上，还是一句台词也说不出来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用另一种方式，通过自己的角色表达了纪平的台词，观众都惊呆了。没想到他还能记得别人的台词，此刻大家都明白了，都在佩服他的应变能力。中场休息时间到了，用歌舞小品的形式给观众带来1分钟的放松，但幕后的气氛并不轻松，因为前面剧情拖延太久，导演要求在3分钟内结束剧情，这让演员们感到困难。把这么多台词压缩到一起几乎不可能。幸好豆豆再次打破常规，还好她是女主角，她自然的把所有剧情引向自己，也自然的转移了观众的注意力到最后一个场景，像破世界纪录的100米冲刺一样。他们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，但最后一个镜头的男主角不见了，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，只留下一只小柴犬。这下真的是无力回天了，明天醒来收视率肯定会大跌。现场的指挥员都想放弃了。此时豆豆抱起了身边的柴犬，他知道这只小狗是男主角以前养的，如果把它放到地上，他肯定能找到失踪的男主。于是镜头就跟着前面奔跑的柴犬，几个演员也紧跟其后。在导演疯狂的吼叫下，在纪平表演失败后的夜宵时间，在电视前观众不可思议的目光中，他们终于跟着柴犬找到了小九。原来是因为剧情拖得太长，这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在后台睡着了，这也算是一个结局，至少剧情得到了理顺。现在大家也不打算再掩饰，直播中向观众坦白我们的男主睡着了，毕竟电视业才刚开始发展，我们将尽力表现更好，向大家展示最佳的表演。观众们也非常支持，他们对电视里的这些人表示了理解。这时面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原来是森凡偶然发现了向田写的小说，他觉得这位女士的文笔很有趣，他希望向田能为他写一本书，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。他收到了一个神秘男士的邀请，这位貌似散漫的摄影师提出的要求让豆豆开启了新的思路，称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。从最初的犹豫到全心投入，只需摄影师一句玩笑话。此刻摄影师建议他放空思维，他开始回忆起自己的过往经历，从最初的黑白电视到现在的彩电时代，以东京奥运会为时间标记，彩电开始迅速普及到每个家庭，私营电视台也开始陆续开播，当时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。
剧组也进行了改革，从最初的现场直播到现在可以进行多次录制。虽然多次录制可能使拍摄时间延长，但至少保证了作品的质量，为观众提供了最佳体验。豆豆的写真集迅速流传开来，连森凡也称赞他是屏幕前的宠儿，他的每一步选择都像他电视剧中的剧情一样戏剧化。但豆豆对艺术的追求变得更加狂热，一有空就去拍摄写真，他觉得只有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放松心情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开始质疑自己最初的目的。从小学时起，豆豆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的道路。他原以为电视台是他的终点，但后来发现这并非他真正想要的。后来他和向田成为了好朋友，每天都会抽时间去看望他。看着向田的写真，向田笑着说这很符合豆豆的风格。但这次女人来的目的更多是希望向田能给他一些建议。他说自己迷失了方向，有点弄不清自己的处境，他想要给自己一个长假，想过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。向田开玩笑说，你不如变成老奶奶好了，我正好想写一本书，书中的主角是个和你性格相符的老婆婆。这时的豆豆已经名声大噪，连路边的酒鬼都能认出他。看着电视里的自己，他下定了决心，他想逐渐退出自己的15年演艺生涯，找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。但在他准备离开之前，一个指挥员提前找到了他。这位男士已经晋升为导演，他希望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能由豆豆担任主演。电影的主角叫田口京，是一位从青森到东京打工的家政妇。这位男士滔滔不绝地讲述，根本没给豆豆拒绝的机会。幸好剧本中的角色非常符合豆豆的口味，因为他小时候在青森生活过。豆豆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很熟悉，基于多年的友情，豆豆答应帮导演拍摄半年。当然，这时他还不知道，他的第一部晨间剧会收获无数好评。剧中的女主为了养活在青森的儿子，不惜风餐露宿去东京当家政妇。她的这套装扮还原了她小时候在青森见过的一位老奶奶。幸好她有15年的化妆经验，她可以随时全身心地投入角色，这甚至让导演都几乎认不出她。她的化妆技术真是顶尖，但男人立刻把她拉到镜子前，说这化妆太夸张了，毕竟这是晨间剧，你想让观众一早就反胃吗？但此时豆豆非常坚持自己，他小时候经历过战争，在青森的疏散区域有个慈祥的老婆婆一直在他身边，他觉得自己就是剧中的田口京。尽管老婆婆看起来不干净，但她心灵非常纯洁。豆豆认为他的今天全赖那位奶奶。在豆豆的坚持下，导演最终同意了他的造型。果不其然，电视剧一播出，豆豆凭借精湛的表演，很快赢得了观众的共鸣。这部晨间剧口碑爆棚，收视率创下了历史新高。而豆豆饰演的田口京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但毕竟是晨间剧，剧集一集接一集，没完没了。豆豆说到做到，不顾导演的再三哀求，半年一到，他决定退出。这时男人很好奇他想去哪里，没想到豆豆所说的放空，竟是想去纽约好好享受一番。38岁的他在纽约街头行走，这里的一切都很新奇，但他感到异常轻松。他很快适应了这里的生活，每天早上喝一杯非速溶咖啡，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像普通人一样玩耍。他还在百老汇的剧院做了学徒，学习了一些之前未接触过的表演技巧，这让远在日本的乌美非常担心，因为美国人都很壮实。时间飞逝，4个月后，豆豆收到了一个神秘快递，打开一看，回忆涌上心头，里面是他以前演田口京时用的道具，所以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再次画上那身脏兮兮的妆。原来是导演无法抵挡国内观众的要求，大家都想知道消失的女主最后去了哪里。为了给田口京一个完美的结局，男人希望豆豆能在纽约完成最后的镜头，因此他又回到了拍摄现场。他向国内的观众朋友们告别，告诉大家田口京最终定居纽约，在一位医生家继续当家政妇。纽约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的发型，大家都称赞田口京奶奶真是帅气。当大家以为他不会回来时，豆豆又产生了新的想法。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精力和勇气。他给自己换了一个新发型，决定返回日本，去尝试一些从未做过的事。他38岁却做了一个18岁的发型，并说未来20年。他将一直保持这个洋葱头发型。自从豆豆回国后，他在电视台开设了一个名为《彻子的房间》的节目。他认为频繁更换发型可能会让嘉宾分心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主持节目。豆豆会把在电视台的新鲜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向田，向田成了第一个赞扬这个节目新颖的观众。由于每天都有很多人找向田写剧，他成了最早使用留言电话的人之一。但一打开留言，前几十条常被豆豆占据。他确实非常有说话天赋。由于留言时间有限，留言断线后，他通常会这样连续留言20多次，直到后面排队的人都放弃了。他还会向导演再借10块钱。大家都建议向田把留言电话关掉，如果这样继续下去，电视台的电话就成了豆豆专用。但这个设备确实大大帮助了向田，有了留言功能，就不用担心电话打不停，人们催稿。
也不会因为没接到电话而错过重要信息。他们每周都是这样，很少有仅仅交谈而不忙各自的事，听着电话机里不断的留言。那时向田已是著名的编剧，孙凡每次都指明要向田为他写剧本。这个男人在行业内非常挑剔，但对于向田的剧本，他总是赞同并满意，而他对自己的剧本也非常执着。两个顶尖人物在不同行业中相互碰撞，最终还是他显得更有气势。然而今天，豆豆发现向田家的大门有些不同，进门有2个选项。如果选择右边的 A， 就是希望向田能安静的写剧本；如果选择左边的 B， 就是嫌向田闲得蛋疼，不如多写点字。正常来催稿的人当然会礼貌的选择 A， 但向田故意把 A 和 B 的位置颠倒，这样就有些人会不自觉看着 A 却无意中选择了 B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他赶走了很多催稿的人，这样他和豆豆就有更多时间来准备午餐。豆豆经常去动物园，他在那里交了很多河马朋友，其中一只叫做佐藤的河马生了一只小河马，他觉得很像导演。他还有一些水手朋友，一看到豆豆，他们就会发出可爱的叫声。但向田说，水手们天生具有攻击性，他们享受捕猎的快感，通常会将捕到的猎物排成一排。向田的厨艺真的很棒，他做的菜在豆豆口中总有一种温暖的味道。午休时间，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，看着橱窗里的女人照片。豆豆说这是一个大美人。但今天导演说他遇到了一件惊人的事，在一个下雨傍晚，本来想去向田那里取稿子，却看到他和一个司机大叔在约会。听到司机不断询问向田是否可以，这让他们俩都感到好奇。原本以为向田是坚持单身，没想到他也有恋爱的心。豆豆立刻转身去找他求证，才明白这都是个误会。原来是他在打车时误将右手的钥匙当做左手的车费给了司机，司机拿到钥匙后自然以为是向田邀请他进门，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但这至少满足了豆豆的好奇心。突然有一天，向田想到要搬家，看着地上散落的稿子，他却显得很洒脱。他说他不在乎那些过去写的稿子，那些犹如烟花般转瞬即逝的东西。于是他空车前往新家，在南青山的公寓开始了新生活和创作。没过多久，他成了业界公认的热门剧本作家。颁奖给他的是最早发掘他编剧才华的森凡，他写的电视剧非常成功，广播剧作品更是超过了1万部，其中的一部短篇小说还赢得了直木奖。他和森凡合作了多年，他们既是师生也是朋友。5年前的今天，向田因乳腺癌接受了手术，那时的他非常消沉。后来他写了一部小说，书中提到了贺福若捆绳的概念，他认为人生是由幸福与不幸的绳子交织而成，这2种绳子缠绕在一起，这就是人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意义。幸福可能隐藏着不幸，不幸也可能是幸福的开始，这是向田对生活的感悟。之后他们一起去面馆吃饭，才发现向田过去常坐的位置现在变成了网红打卡的热门位。说向田的粉丝每天都会排队抢这个座位，坐在他曾经坐过的位置，希望能像向田那样写作。直到服务员把菜都上齐，他们才发现今天点的菜有点多。他们边吃边聊，当然不会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共进晚餐。后来向田为了寻找写作灵感去旅行，好几天豆豆打电话留言都没得到，因为向田乘坐的飞机发生了空难。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街头巷尾，面馆的老板一时间哑口无言。森凡一夜之间苍老许多，他亲自为向田撰写了悼词。从此豆豆再也没有午休时间，记忆中的那间屋子格外清晰，像是鸟栖息的树木。他后来才知道向田搬家的真正原因。得知远方初恋去世的消息，他在向田家门口徘徊，最后做了一次告别，因为他知道自己还要继续前行，这可能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一片令人垂涎的烤鸭，加上几筷子大葱和黄瓜丝，涂上甜面酱，他将其卷起全部塞进嘴里，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吃到地道的北京烤鸭。记得他们未成名时，他们点的那道菜名叫没有鸭子的北京烤鸭，只有饼皮没有鸭肉，这让旁边的乌美下定了决心。他说总有一天要成为像森凡那样的明星，到时候要让剧组的每个人都吃到北京烤鸭，吃到饱为止。乌美出生在农村，24年前刚加入剧组时，他还是个表演杂技的小伙子。他的话语中总带着乡土的幽默。看到柜子里的鞋子，他以为进摄影棚前需脱鞋，不知道那些鞋是剧组的道具。这样，他和豆豆就第一次相遇了。此刻，男人显得有些凌乱，但豆豆还在问他为何要脱掉袜子。出生于贫民区的乌美被城里来的富家小姐嘲笑，他们因此结下了梁子。巧合的是，他们成为了搭档。乌美的表演总让豆豆笑个不停。第一次拍摄《父亲的季节》时，男人的声音几乎要震破天花板，把指挥员吓得尿裤子。他问为何喊得这么大声，乌美说以前当杂技小哥时，观众喜欢声音大的表演者。他表演时从不看旁边的女主，总是面对镜头。他说演话剧时讲话总是正面对观众，他真的很粗犷，每句话都带着几个粗话。那时候豆豆特意送给乌美一本书，说书中的故事美得令人心旷神怡，希望乌美能静下心来好好读完后就不要再说粗话了。虽然这么说，但从那天开始，男人一到家就认真读书，书的主题是关于公主和王子的故事，这让粗犷的他一时间难以接受。某天，
乌美在演出时，豆豆气冲冲地找到她，原来是她之前爽约了。明明答应下班后一起去面馆吃饭，却因为豆豆迟到几分钟，沃美就提前离开了，这让男人难以回应。没想到瘦小的豆豆竟有这么强势的一面，所以他们后来确实一起去吃饭。但看到豆豆只能吃饼皮不吃烤鸭，男人心里有点难过。直到书中提到，有些事情用肉眼看不透，只能用心去感受它的真相。粗人怎么读得懂这些？他只是把豆豆视为最重要的搭档，最终他们真成了铁杆搭档，还在荧幕前互称兄妹。乌美习惯叫豆豆小姐。不久之后，乌美因银次郎的故事走红，那时的男性朋友们都模仿她的成名后的她学会了低调。她和豆豆还约好一起看这部电影，虽然伪装得很好，但没想到自己的妹妹这么高调。这么大的明星出门竟不戴口罩，还在电影海报前大喊我哥哥去哪了。一时间电影院门口人满为患，这逼的男人只好摘下口罩打招呼。他们每年春节都会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。乌美演的是喜剧片，电影院里充满了观众的笑声，只有她一个人静静观察周围的人。作为演员，乌美非常尊重自己的职业，既然演的是喜剧，她就要了解观众的笑点。她会去不同的地方和影院，记录不同人对不同情节的反应，看是否有不同的笑点。他认为不同阶层的人看同一喜剧，对某些情节的反应会有差异。男人用他敏锐的眼光洞察了这个世界和人生。晚上，沃美特地带豆豆去面馆，为他点了一只超大的烤鸭。看着豆豆兴奋的笑，男人仿佛解决了一件心事。他们两个轮流吃，真的把烤鸭吃光了。回家的路上，豆豆好奇沃美在家的样子，男人微笑着描述，说他会在玄关与妻子拥抱，然后和孩子们在院子里玩。但每次豆豆送他回家，沃美总是要求在半路就停下。他从未让豆豆看到自己的真正家。虽然豆豆也感到好奇，但似乎是哥哥的私事。后来，豆豆特地邀请沃美参加彻子的房间。电视上的他们讲述电视台的往事，开玩笑说我们曾有过绯闻。时间飞逝，最近家里突然安静了，他便去拍摄现场找他问个明白。没想到制作方不让他进去，幸好沃美出来缓解了局面。哥哥请他吃了碗拉面。知道豆豆没吃饱，又让店主多加了5份天妇罗，感叹妹妹依旧很能吃。这是豆豆当年5年级时读的一段话。男人感慨世上还有这么美好的故事。豆豆好奇为什么他这么久没回他的留言，他淡淡的说最近剧组很忙，但沃美最近并没有拍戏。豆豆猜他可能去泡温泉了，还带了一些不方便见人的小演员。听着豆豆天马行空的猜测，男人在原地傻笑了好一阵，直到制片人邀请他去拍摄，他也没告诉豆豆真正的原因。走了几步又回头，始终乐观的他没察觉到家中的忧伤，但他们即将永远分离。于是豆豆的身边少了一个他珍视的人。临走前，沃美给妻子留了封信，说他将住在一颗星星上面，微笑着看你和孩子们过着快乐的生活。说今天彻子的房间迎来了一位大咖，这位老先生年高88，尽管年事已高，仍坚持拄着拐杖来参加豆豆的节目。原因是25年前，他为了支持豆豆，作为当时的重磅嘉宾，参加了彻子的房间的首期。那时他一手知床旅情，就让豆豆的节目火遍了网络。25年后，豆豆邀请他参加节目的周年纪念，但现在的老人显得很老，不知是真老还是装糊涂。对豆豆的问题，他始终没有回答。然而彻子的房间的特色是保持了电视台初期的现场直播风格，观众看到的是未经剪辑的现场直播，现场的真实性。但森凡的表现让现场和观众都有些无所适从。记得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，豆豆对森凡的第一印象是那种顽皮的邻家老王。每当看到喜欢的女演员，他就会提出一些经典问题，这比老人的表情还要尴尬。导演这才想起忘了给他看题词版，说森凡年轻时总忘词是出了名的。和豆豆同台的那次，连指挥都得事先为这位大明星准备，因为主演的台词实在太多，大家通常会提前写在场景的各个角落，这让追求完美的豆豆感到不满。听到森凡抱怨台词多，他毫不留情地反驳。有趣的是，在拍摄前，剧组不小心撤掉了一块屏风，屏风后面全是森凡的台词，因此在现场直播时看不到台词的他在原地发愣。这时大家才明白，这位大腕不是忘词，而是根本没记台词。指挥员急忙把屏风搬回来，屏风放好后，大家又见识到了森凡，他天生就是镜头前的人，他能立刻融入剧情中，他的声音、每一个表情和眼神都深深的让豆豆佩服。男人好像从没偷看过小抄，连后面的乌美都没有发现任何破绽，这让导演都差点哭了。大家第一次看到，原来用题词版也可以通过精湛的演技感动观众。此时豆豆还在屏幕前帮森凡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，没想到这老头还在装傻，演得连幕后工作人员都以为他真的耳聋了。只有他的助理真正了解他，说森凡老先生一般不上这种节目，因为他觉得每次说话都需要深思熟虑，太麻烦。如果不是豆豆亲自邀请，他一般不会给别人面子。但当豆豆让他回顾88年的人生时，老头子毫不犹豫地告诉他，人生有一半都是谎言。
他还邀请豆豆未来和他一起去养老院，说那里的面馆老板也在那儿。大家都意识到老头开始胡说八道了，他的话题完全不按脚本进行。为了将话题拉回正轨，豆豆开始引导对话，说当时 NHK 正在筹备25周年，导演还邀请他们2人共同参加节目。但森凡看到宣传上写着25年，他就用笔把25年改成了50年。男人认为电视台初成立的25年只是电视节目发展的摇摆阶段，如果真要纪念，应该是50年后，那时才有资格站出来说话。可是50年后，森凡90岁，豆豆70岁，导演问他们还能演吗？但他们仿佛没听见导演的话。豆豆说必须要演，森凡说要演就要现场演，要租一个特大的剧场，越大的排场越好。说电视节目就要现场效果。导演吐槽为什么要找他们演。电视台的周年晚会也正式开始了。对于 NHK 来说，这25年确实经历了许多事，尽管主题始终是这些年的历程，但在结尾是25年后的场景。年迈的豆豆和森凡在短剧中演出，告诉观众朋友们，未来的25年里，我们还将继续相见。节目结束后，他们承诺说绝不能欺骗观众。转眼间只剩下2年，就要迎来50周年纪念了。于是询问老先生是否还记得当初的约定，没想到森凡已经老成那样了，依然不按常规出牌。虽然豆豆一再暗示不要在电视节目中表现出这种情绪，但老先生似乎完全不介意。老先生突然沉默不语，许久，豆豆只好安排插播广告，但还没来得及暂停，于是开始责怪森凡，说他这样的态度真让他难堪。豆豆实在忍不住生气了，他认为森凡今天的行为很不妥。正当助理建议休息一会儿时，老先生突然说要唱首歌，那是豆豆非常喜欢的一首歌。回想你第一次办这个节目时，我也在这里唱过这首歌，想了想也好，唱完这首歌时间也就差不多了，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吧。2年后，豆豆在电视台门口遇到一辆加长型林肯车，车窗一开是那位老先生，他笑着邀请豆豆试试看，说我这把年纪了，你怎么还跟我较劲呢？他像往常一样回绝说下次吧，但他一下车就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位大腕，这成了他和森凡的最后一次对话。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去，但他依然自豪地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时间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，他亲手送走了每一个真实的朋友，能够独自生活下去，真是需要非凡的勇气。他保持着朝气蓬勃的心态，他展现出妙趣横生的态度，时代的洪流无法将他吞没。